我是德国大伟，我们已经回到德国了。现在呢，就要给大家出一期期待已久的攻略。有很多小伙伴在看视频当中会问我酒店哪儿啊，你们怎么租车呀等等一些问题。别着急，现在就告诉大家，咱们从交通、住宿、食物、景点这些方面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一个行程。购机票、选座位、托运行李，当地交通如何？我们坐的航班呢是瑞安航班。众所周知啊，瑞安航班是欧洲的廉价航班，它只负责卖票。那你要想托运行李还有餐食都需要另花钱，包括你所要选的座位。这个航空公司你得提前2-3个月吧去订票，你要订太早吧，它价格反而会贵。就在2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订的时候它便宜，再之后呢它又贵上来了，直到出发的前1周的时候，它价格又降下来了，卖不出去了。对提前2个月看的时候是60多块钱一位，只是机票钱啊，60多块钱一位。然后当我们买的时候呢，是提前1个月，90多一位了。是在 Booking 这个网站上订的。当时买这个机票的时候吧，看着这个飞机还没有多少人订，我们就订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小插曲啊，他说选座位，我还寻思这玩意儿用选吗？我看别人朋友都是不用选，就随机就坐了哈，也能分到一块儿去。但是呢，他选座位，完我跟他说别选了，花那钱干啥呀？结果人家就把我座位取消了，人家选了座位。这后来吧，又一想，这个也不太好，就又特意上瑞安的网站，又重新给他选了一下座位。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啊，那个也不谁有这么一人就把我们旁边的座位给订上了。关键你那个座位是取消，我的是靠窗口，你俩是靠过道和中间。是啊，但是那也奇怪，就是别的地方就是3个座都没有人，他不选，非得选我这块已经不拉人的。选座位是6块钱，这是往返的，一个人是吧？对，还有就是行李是大行李箱是68欧元，68块9毛9，好像是我该看的，就那价吧，啊，对，就是70以内。可能根据不同的起飞点，它的托运行李价格是不一样，这个具体我也不太知道。然后这个行李大概是20公斤以内都可以。还有就是瑞安航空它会针对这个行李的大小会强行收这费用。说什么呢？比如说它规定你是这么长这么高这么宽啊，你稍微多出那一点它都不行，它会拿这个来卡你的钱。这个在网上已经是很多人都说过这事儿，但我们去做这个瑞安的时候没遇到这情况，没有这种检查的什么的。对，这个有很多人背那个旅行包那东西都挺大的，很大那种，对，但也都没事儿，也都没人查，也没人管。因为登机行李正常你是可以拿一个小包，他们的官网那种体积，你们可以上官网查。如果稍微大一点的，就要另花钱了，这种登机行李箱的钱。我们是从我们的起飞点到大安纳利岛直达的，下了飞机以后呢，紧接就是租车的问题。租车的话，我们选的是一个比较小的车，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嘛。这个租车呢，建议大家还是选大的这种租车公司，还有看它的网评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你这个租车这公司一般都是在晚上11点左右他们就下班了，他们不是24小时之前。那你说你那飞机如果是晚到了，那是真没人管你，所以你要把这时间去计算好。我是在 Check24这个网站上订的租车。说租车问题之前有人告诉过我，说你要提前在网上订，这样价格比较便宜。然后也有人呢是到了之后没在那机场租车，他是去市里边租车，然后那价格反倒更贵了，说不划算，说还不如就早一点在网站上提前订车，然后这样还有一些优惠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这么订的车，出了飞机拿完行李箱，它有专门一排那个地方全都是各个这个网络租车的公司，为我们服务的那人他能说英语，能说西班牙语，还能说德语一点点但能听懂，发音很怪能听懂，挺好的。因为这个租车这个办公这个位置它就是在地下1层，拿了这个钥匙之后你就往出走，直接就在对面就是那个地下停车场。而整个这个地下1层的停车场都属于一个
租车公司的，就是各个公司他们自己包了一块地方，他那个给你钥匙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编号，说你这个车就停在哪个车位上，并且呢，你要定这个全险，就是买汽车保险你要定全险。如果是朋友什么大家一起去的话，你最好再定出一个那个就是预备役的这个驾驶人员。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司机就是2个驾驶人员，如果你这人真是有什么那个说开不了这车了，基本还有别人也可以开这车。还有就是安全座椅。对，如果说你有小孩的话，那肯定是需要安全座椅了。安全座椅租的话好几十块钱呢，用这几天的话，然后我们直接在这边超市随地是买了一个就带过去了，买了一个很简易的那种泡沫做的安全座椅，10块钱，大概是这个价格，直接就带过去了，这样又省了好几十欧元。然后在这个档上租车呀，我建议租那个自动挡的，因为它的各个路口特别短，你这车起步没几下就马上就要到交通岗了，而且它的交通岗还不是红绿灯，都是转盘道。他特别喜欢转盘道，他基本你看不到红绿灯，全都是转盘。当你们那个开那个盘山道的时候，会有很多人骑自行车，那看尤其这个弯道，它那弯就是这样，相当于180度弯来回这样开。尤其在弯的时候，你看骑自行车的人对向还有车，他那道还窄，你就得赶紧减速等。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开时间长就感觉这个踩离合的这腿就有点难受了。弄一个那个自动挡的就省事多了。尤其像我们租的车，它那个属于半智能型的车，它只要熄火了之后，必须得等系统完全启动之后才能再接着打火，特别尴尬，就停在道中间，这车就熄火了。然后你订这车呢，他会给你列出各方面这个详细的这个要求。首先一个车的全险问题，然后你的驾驶证啊要给他们提交上去，到时候他们会给你发邮件让你提供。还有就是这车在交还的时候，就选择那种不限公里数，你开多少都行，回去时候但一定要这油箱是满的，选这种。然后在这机场那儿就有加油站，在这加完油之后，直接就往那个另一个方向开，就往那个北边那边开，过了一个转盘，往左边一拐就直接进地下停车场了。这个车只能停在自己那个所属公司的那个车位上，停好之后拿着你这个相应的这个文件去到它地下停车场，直接就有一个小亭，把这个文件给那个工作人员，他会拿着这个票据到你车里去检查，连上 iPad 之后看你这个有没有问题啊，然后油是不是加满了，然后他那给你做个签名就完事儿了。那接下来呢，我就问我说是不是这就完事儿了？他说你是不是钱都付完了？我说都提前付完的呀。他说那你就可以直接走了。他说你要是没付钱的话，还要去就是之前领钥匙那地方再去把尾款结了。我在网上看很多朋友，他不选择自驾的方式去大加那利岛，他会选择坐出租车呀，或者是坐公交。在大加那利岛真的有一点好处，就跟国内是一模一样的。你只要招手，出租车就能停，而且它是来回走那种。还有出租车停车点，它不像德国，你需要预约呀，又怎么样？虽然我没在大加那利岛坐过出租车，但是我知道很便宜，也很划算，所以这个地方比较经济实惠，打车也好，公交车也好，都可以。就关于这个治安的问题，我们在沙滩呢还是那块经常能看到有那个巡逻的警车在来回开，这个治安还是挺好，后半夜溜达也可以。但是也听那个饭店那个人说了，说这是在岛的南边，这一侧都是旅游景点嘛，警察治安呢，警察也多，然后治安也好。但是呢，不建议大家到这岛的北边那一侧去，就是它的首府那个地方。对，就那一侧整个岛的北边都属于就是本地的原住民这帮人。人说了，说不建议去北边，不是说那边就有多危险，而是说最好还是别半夜出去溜达去北边，不像南边这一侧治安这么好。住宿预订宾馆，注意事项。酒店呢，也是我在谷歌地图上挨个点海边这些酒店，挨个去点，发现的这一家。大家千万要记得订酒店的时候，有很多5星级酒店或者4星级酒店不招待有小孩的人。即使你在这下完单，你到那儿你就非常麻烦，你退钱都是个问题，因为你已经订了，按理说人不可能把钱退给你，所以你一定要看好人的细则。有的不招待小孩，有的不招待宠物，有的呢只招待同性恋，还得是男同性恋还是女同性恋，这个
是个问题，你们需要自己去他们的官网了解。其实头前我看好了一家酒店，是在北面的，也是它的首府那面，但是我一看不欢迎小朋友，那好吧，那我们只能放弃了。我们现在住酒店就是我的第二选的，它是一个家庭型酒店，大家在我的视频里能看到啊，环境什么的没得说，完对待小孩啊，或者是对待其他的人都非常友好。酒店我是在Check24上订的，我们订了9天，花了1150左右，就是不到1200。其中这个钱包含了我们的早餐，没包含中餐或晚餐。其中它这里面酒店都会有一个半食宿，这个是只包含了所有的餐食，但是不包含水、饮料、酒等等这些东西，你需要自费。一般这边的酒水3-4块钱吧，差不多一杯。但是不建议大家去选那个半扇。中午和晚上没有必要。早上起来你没有精力去找吃的什么的，但中午和晚上都在外边溜达，直接搁外边就吃了，也体会一下当地的那个吃的，是吧？对，我们这酒店这个早餐你们也能看到啊，挺丰富。虽然它的每天的样子几乎是不变的，偶尔呢会可能变个1种2种，新添加或者去掉1-2种，我觉得还是很新鲜的，是不是？尤其它那个木瓜。推荐美食，哪里买菜？一坑超市。这个岛上的美食特点很多，但是咱没都吃，因为很多有油炸东西我俩都不是特别乐意吃。像它那个土豆蘸这个酱非常好吃，还有它那辣椒啊，很多人说好吃，其实真的不好吃。你们我觉得还不如自己在家炸点辣椒，放点盐，是一模一样的味儿啊！不要花钱去吃了。但它的土豆你们是可以去尝的，还有它那个小鱿鱼也是不错的。在这个岛上，如果说你不住酒店，你可以去住民宿，民宿你就要自己去做饭什么的。有一期视频我就给大家去探访这个市场了，看那儿啊，但是东西相对于超市里的会贵一些，当然随处可见的超市你们都可以买。在这岛上吃的价格还算可以，是大家都能承受的，平均价格大概是20多，人均价格啊20块钱左右就可以吃得很好了。所以说相比其他的旅游地方，我觉得这个岛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去他们那个本土的那个超市，叫 SP 什么的那个，去那个超市就行，这是连锁的。然后如果你要去一些那个小城市小村子那个也是这个超市的话，它东西可能还稍微能便宜一点。对，别看超市一样啊，但是价格不一样。有从欧洲去的这岛上溜达的这个小伙伴要注意，在岛的南侧那个 Leader 超市不要去，他出门之后那块是单行道，而且他那个走那个坡是非常大的，这么个很危险。看看我这个角度了没？这个角度啊，那个坡好吓人呢。上那坡之后马上就是一横道嘛，但是那个横道一般来说没有人会等你，也就是说你直接穿上坡就面临着你要不从坡上再掉下来，要不你往前一走没人等你，直接就撞上。尽量不要去离岛超市那块。关于吃方面呢，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如果你们要来这个大洋那美岛的话，要吃这家海鲜饭。在最美海滩的那期视频当中，我给大家推荐的，你们可以去看那期视频啊，什么名字我都给大家录上了。所有我在这个岛上吃过的饭店推荐给大家的，无论是中餐还是说西班牙这边的餐，我都会给大家，要不就录上名，要不就直接在屏幕打上名，你们可以一期看一下。都有什么景点？像大洋那利岛比较著名的景点，比如黑沙滩，还有它的小沙漠，也就是沙丘，还有海洋馆呀等等。首府那面我们基本上是在南边混来着。小沙漠是我们到这儿以后的第一天就来的，看着非常漂亮，那个沙漠真是头一回看到沙漠，很震撼。还有南面这面的最美海滩，这个大家如果你们要来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去看，非常漂亮。你在这个海滩上，你只要是整个太阳伞铺块布往那一待，你就感觉
特别舒心。来这个岛上很多人都去火山，但是去火山是需要坐飞机的，当然也可以坐船。如果你要去一个 L 开头那边火山，也就是说这个岛在这儿，去这边的火山你需要去坐飞机，如果坐船大概5个小时吧，还4-5个小时才到那儿。单程啊，听饭店人说是到那儿以后是需要还得去打车，你不可以去走路去那个火山，你打车以后在那排队，他们会有景点的大巴，上了大巴以后你基本你就不允许下来了，就可以坐着大巴去看一圈这个火山帽，然后在那块吃个火山烤鸡，还有一些噱头的表演，就是这些。岛的这一部分还有一个火山，其实这种火山它不是特别有名啊，但是有个 T 打头的这个岛，这个火山也是需要坐船或者坐飞机，坐船也得是2个多小时，好像是，反正都挺长的。这个也是那个当地的中国饭店那边人跟我们说去可以，但是说不建议，那块真没什么可看的。我们一算着下来，真就不合适，算了就没去。关键耽误不起，这个时间太久了。这岛上人就是会英语的也不是特别多，只是说在这个饭店工作呀，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他们会说英语，所以说很多时候还是得需要去领会吧，就打手语。要不就谷歌。但是你要说就是服务型行业的，基本都能说英语。然后还有能说德语，但是他们岛上的是居民也好，还是说服务人员也好，还是说什么样的人，对待外国人都挺友好，我觉得。可能他们也都见识都习惯了，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岛上人就是朝气蓬勃的感觉，就感觉年轻，像年轻人。为什么呢？就是说意大利人呢，就感觉比较随性一点，然后你要说德国人呢，就觉得就是外表冷漠，内心火热那种。然后对，我们还记得一家那个芬兰人，那个芬兰人都跟我说，他说他有10个孩子。我们住在同一个酒店，就是躲着跟那个他家孩子玩来着。我说那是你孩子？他说是。我说哪个呀？都是。他说泳池里那些都是他孩子。我说不是吧？我说你有多少孩子？他说他有10个孩子。我问这人，我说那你家是不是一开饭的时候说开饭了就一下全都来了？他说是啊。我说那也太震撼了。有意思就是这岛上的鸽子真是那么叫的。因为就在前一天的那个早上，我们吃早饭的时候，那鸽子过来吃饭也过来抢食来，就那叫声，就那个叫声。他寻思这岛上怎么回事？第二天出答案了。再学一遍，这鸽子怎么叫的？还有就是那个爬山的。爬山是真的那个有高原反应。我们当时从山上下的时候，我那个心跳都是120了，就是回的都吃完饭了，那阵心跳还100多呢。就是然后再回到这个酒店的时候，我心跳还是100多。我睡了我就没什么事儿。我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才恢复正常的。我就没什么事儿，就是跟体质有关，就是我体育棒子。这个呢是咱们来德国这几年首次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打算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体验不一样的文化，主要是吃一下不同的好吃的。这是真格的，这个就是我的梦想。那这个就是我们大那里岛的很详细的从坐飞机开始到那儿的各种的攻略给大家展示了，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朵朵啊，咱们去的大那里岛你喜欢吗？喜欢，太喜欢了。还有呢，当有时候呢，这个视频呢，喜欢，就是西班牙语呀，太好看了，感觉我还有我整个我能看到就是云彩下边呢有个北京还是北极，北京北极都出来了。
总之去了那儿以后，如果回德国真是不想回呀，因为真的感觉没法比，还是西班牙好，很中国化。拜拜。